今天，小哥哥仍是一个说书人，这是关于别具一格养鸡场的新故事。烈焰大王叙述的故事比追剧还精彩，但是最新的故事没有纯文字稿，7000多个字挤在一张长图上，阅读文字是蛮吃力的，所以小哥哥特别制作此视频与大家分享。有头条 账号的网友，麻烦请帮我向烈焰大王致意。正义路人无疑是最清醒的，复盘甜瓜哥被网暴事件，正义路人娓娓道出真相的同时，也挡到别人的既有利益，可能被采取一些阻挡手段。说出真相是需要勇气的，不止大王被限流，小哥哥也因此被YouTube限流。想要突破此一困局，需请海外的小伙伴们多多分享转发小哥哥频道内所有 YouTube 视频到 Facebook、Twitter、Weibo、Instagram， 让更多人看到。团结所有正义的力量，重击敌人的薄弱之处，是制敌法宝。瓜料来自烈焰大王。9月2日，上周一个为头条被炸，连累我的头条 App 被炸成全白，无法登录，无法重装，因为经常在外，也无法及时给大家回复留言。不过头条很快给我恢复了正常，一切 OK， 我还在，别担心。当初某艺人被栽赃，各路媒体蜂拥而上，各显神通，铺天盖地小黑稿，将那位贬得一无是处，千疮百孔。现如今某公司被处罚，各路媒体装聋作哑，作弊上官，嘴巴跟封住了一样，一声不吭。我一个小小路人鼓足勇气发个为头条，几分钟后台就成一片全白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相信任何媒体的弊弊，我只信我自己。你们也别相信我，你们唯一要信的是证据和逻辑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小伙伴们排好队，我今天带大家去参观一个特殊的地方。这个地方群居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，真人 CP 粉 Real Person/ 缩写 RPS， 意指现实中的真人组成的 CP。很多人看到他们的种种表现，就会摇头叹息，跟傻子一样。实际上，他们不是傻子，他们只是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殊癖好而已。他们很多人爱得颠倒黑白，傻得真心实意，令人唏嘘。因为真人 CPF 中有大量的纯爱粉，为了避免误伤这些善良的粉，给他们带来困扰，本文参观的超话定位为平行宇宙中的超现实超话，现实中你们当它不存在即可。来，让我们坐上太空飞船，去这个特殊的城市看看。这个城市叫别具一格，号称宇宙第一男 CP， 超话里集合了200多万常住居民，流动人口进出频繁不算在内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。这里的人口体量接近于一个国内3线城市那么大。这个城市居民的周边产品产出能力、氪金能力、应援能力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家 CP 超话。同时在秃头期网暴中，这个超话也发挥了12级飓风般的杀伤力。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第5名驻地雷文的搬运者和传播者，在秃头期事件中扮演着运雷踩雷的角色。解析这个超级粉群前，我们先给他们群内角色设置好代号，以便普通读者快速理解本文意思。无贬义，只是为了描述更形象易懂。真人 CPF 肉鸡，肉鸡是本文解析的重点。划线重点，脂粉饲养员，饲养员由肉鸡运营部管理，主要任务是给肉鸡洗脑，带领大家嗑洗脑包、抠糖，引导超话内的舆论，组织和带领肉鸡们参与各种活动。身份通常是超话主持或管理员或活跃大粉。各类产出者、饲料制作人，他们用一双巧手制造出数不清的亲密视频、图片、对话、事件、文章，其他各种代糖作品，经过脂粉同意，可以在超话内自行举办活动。监视粉、看门狗，由脂粉的傀儡担任，监视和控评超话。肉鸡饲料、双人视频洗脑包、同框照，各种周边产出如漫画、插图、杂志、同人文、纪念品等等。超话养鸡场，肉鸡身份标签如下：妇女、原单粉、原创耽美读者、同人文粉、真人同文读者、同人作者、真人 CP 周边插图、漫画杂志等的作者及其粉丝，单纯的 CP 剧粉，每只肉鸡都可以在这些标签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或多个身份。先说妇女，这是超话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群体。我们先了解一下妇女群体是怎么回事。妇女全称是妇女子 Fujoshi，
只喜欢看 BL、玻璃、Boys Love 的缩写的女性群体。此群体痴迷于男男恋情，有些重口味的痴迷于男男搞基，热衷于搜寻各种男男小说读。对男女正常恋爱的小说兴趣不高或者厌恶排斥，日本民间称之一群不可救药的女人。所以腐女往往会受到周围正常男性和女性的鄙视。腐女通常不会到处宣扬自己的身份，大多偷偷摸摸的沉迷别具一格，作为一个公开的可以喜欢男男爱情的超级超话，吸来了无数腐女，成为腐女基地。本文的腐女分为2类，一类是纯爱粉，一类是病态粉。纯爱粉类似于纯剧 CP 粉，是属于同情哥哥遭遇的群体。病态粉对哥哥遭遇漠不关心，甚至有一部分黑化将哥哥上升为有罪的人。注意区分，原单粉本身跟腐女是重合的，但是有区别，那就是原单粉主要兴趣是原创虚构的男男爱情，他们一般不会上升到真人，通常是角色 CPF。这部分人属于腐女中比较干净的群体。同人文粉本身也跟腐女重合，但是区别就是他们属于腐女中比较堕落的群体，他们以组合现实中的真人 CP 为乐，喜欢一银两帅哥。不可描述的是，他们是真人 CP 最坚定的拥护者。有些中毒深的腐爱女看到喜欢的帅哥身边是女的就会不舒服，甚至心生憎恨。腐爱女属于肉鸡中的带毒品种，也是肉鸡中黑化最多的品种。同人作者本身他们也是腐女，属于腐女中文笔好的，很多看着看着小说自己就下场开写了。这是一群来超话的牟利者，属于肉鸡中能下蛋的母鸡。他们进入超话的同时会吸引自己粉丝一起进入，与超话是互利共赢的关系。在腐女中属于 KOL 类人，其他漫画、动漫插画、杂志什么的作者也是腐女或亲近腐女的人。他们进入养鸡场不纯是为了兴趣，很多是被安插进来变现 CP 周边价值。最后一个单纯的剧粉 CPF， 这个群体不是腐女，不迷恋男男，就是单纯因为看剧被剧中人的感情感动，想要将那份喜欢转移到现实中，在现实中继续守护这份神话般的爱情，所以来了超话。他们的群体规模很庞大，他们是坚决反对秃头妻对哥哥网暴的，但是人为言轻，无能为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哥哥被坏人围攻。话说这些痴迷流连于养鸡场的肉鸡们是如何磕糖的呢？他们通过自我感动和自我催眠来磕，当然要达到这个程度，饲养员前期要通过甩鸡饲料进行有目的的诱导，诱惑他们进坑，然后不断撒糖将他们垂死在坑底。哥哥陪弟弟过生日，他们磕到了糖，好有爱。哥哥看弟弟一眼，他们磕到了糖，好娇媚。弟弟说句我以为他没看呢，他们磕到了糖，好在意。弟弟点个拍心智，他们插到了糖，好直接。哥哥画张画，他们磕到了糖，好浪漫。弟弟说个不 ，J 你，他们磕到了糖，对我专求你一个。虽然哥哥出事后，哥哥弟弟大半年都不同框了，没关系，他们还是继续磕。他们觉得这是一对苦命鸳鸯，眼含热泪地坚信着这份美好的爱情。弟弟生日，哥哥不送祝福了，他们说哥哥不想给弟弟惹麻烦。哥哥发了7夕微博，弟弟不发怎么磕？没关系，哥哥弟弟商量好了，2个人换着节日发。又磕到了，又磕到了，磕死我了！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套不同于正常人的理解方式，并且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现实中发生在哥哥弟弟身上的一切。所有正常的信息流转到他们视线里，都会被扭曲成另外一种语言和场景。这些完全被麻醉了的肉鸡，他们也是饲养员千方百计进行洗脑控制的群体，因为他们真心实意的喜欢，也会真心实意的氪金，是超话中的消费主力，是机场的幕后老板最看重的一群粉丝。但同时，他们发现真相后脱粉概率最大。实际情况是，后期发现真相后，绝大部分脱粉的都来自于这个群体。他们脱粉后成立了工会，昵称别磕糖。这个群体正在进行艰难的复健，有部分人黑化回踩。至于腐女中的病态粉，他们非常清楚真人 CP 是假的，但是他们就是要享受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，也拒绝了解现实中的真相。在重症的腐女看来，
就算弟弟害死哥哥也没有关系，他粉的是他自己的感觉，不是现实中那个人，他只是把他幻想的那个壳套在了现实中那个人身上而已。现实中的那个人是直男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你是同性恋就可以了，我觉得你是 B， 你是不是重要的多。你与这样的 CP 粉聊天，会觉得他们不可理喻，你要理解他们，就像一个病人，膏肓的吸毒者，他是根本没有伦理三观的，能吸到毒才是他活着最重要的事。他们最关心的是饲养员什么时候给他们发糖。即便这样的腐女都还不算坏的，起码他们没有主动去害人，起码他们还算公正的对待哥哥弟弟，没有很大偏颇。腐女中的渣子就是主动去害哥哥的那群人，他们出于各种目的参与了突头期网暴、引流、做负面衍生、扩散谣言、内涵名人引火、偷跑物料、坏事干净，在超话里煽动不明真相者参与，狙击哥哥商务。他们流窜于各个平台，为达到让哥哥虎穿地心的目的冲锋陷阵。但是很久以来，没有太多人揭露他们这撮人，因为他们的皮是 CPF。这群渣子往往对 CP 中另外一个小的呵护备至，弟弟需要冲销粮了，他们一个个更打得比谁都欢。哥哥需要冲销粮了，一个个不是睡过了头，就是忙别的事忘了。这部分渣子，他们中的人也不一定是真的腐女，披了张 CPF 的皮而已。肯定很多人疑问，一个有独立思想和意识的人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几个洗脑包锤进坑？确实不可能，因为饲养员靠的不仅是喂饲料这么简单，饲养的手段用到了 PUA， 闻后有事，洗脑包加 PUA 双管齐下，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解析完 CPF 的标签，我们再来复盘一下这个宇宙第一超话的前世今生吧，看看专业肉鸡运营团队是如何将其建立并发展壮大的。我们按时间段来捋。开拍期间，哥哥弟弟在拍那个对不起之前，是2个18线小胡咖，当时哥哥粉丝170多万，弟弟40多万，两人粉丝合起来不到一个一线明星的粉丝零头多。但是由于弟弟公司之前模仿韩娱给弟弟组过 CP 有经验，所以此剧开机后不到2周，弟弟粉丝就开通了 CP 超话，并开始了第一阶段的运营。而哥哥家不知是对哥哥这个艺人不重视，还是根本没有粉丝运营这个概念，所以很久以来哥哥家都没有饲养员进入养鸡场争取话语权，都是弟弟家饲养员主导养鸡场运营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甩非官方路偷图，美化弟弟，给弟弟立虐爱深情人设。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料到这个剧播出后会大爆，所以这段两家粉丝和平共处，没有什么大的水花。开播期间，此剧播出不久就受到书粉认可和追捧，认为哥哥弟弟就是从书里走出来的那个人。此剧越来越火，迅速出圈，新的肉鸡尤其是偏哥哥粉源源不断涌入养鸡场，饲养员们精神抖擞，开始专业运营。这一期间，捧一踩一的策略开始从地下转入地上执行，弟弟的闷骚深情人设越抠越深，哥哥逐渐变成又美又帅工具人，真人同人文等周边开始茁壮长大，饲养员开始用各种洗脑包打造出一幅神仙眷侣画面。剧播结束后，饲养员们和饲料制造者们继续产出和甩洗脑包，剧中的神仙爱情被移花接木成现实爱情，同时 PPCPF 开始作妖，连续出文给肉鸡洗脑，将哥哥描述成个吸血弟弟踩着弟弟上位的心机 boy。PP 粉开始给哥哥造谣与同剧其他艺人关系暧昧，越来越多的肉鸡被洗脑转弟弟粉，哥哥弟弟合体上节目，糖包大量的陆续产出，席卷抖音和 B 站，养鸡场陷入疯狂，肉鸡们继续疯狂涌入，宇宙第一 CP 一战成名。次年初，饲养员在工作组中明码标价大量求哥哥弟弟的同人黄文，罪恶计划初露端倪，同人携手开始大量产出真人黄同文，哥哥形象被女化物化，各种不堪入目的小黄文被传播，吹捧这种女化黄文的肉鸡越来越多。老福特的哥哥弟弟同人文遥遥领先于其他 CP， 得到同人图追捧，同人携手买地雷小姐将小黄文第5名注贴到微博引流。养鸡场的饲养员和肉鸡大粉开始大量转发传播，引发粉圈地震，哥哥伪粉出来抵制，肉鸡妹与哥哥伪粉发生火拼。
从此结下深仇。屠妻事件爆发，饲养员多次提醒大家要有大事发生，让大家苟住不得轻举妄动。然后买地雷小姐被举报，屠妻网暴开始，部分肉鸡黑化，将各个粉丝形容为文革红小兵，太太们变成受迫害的知识分子。此时起，一部分肉鸡转弟弟粉回踩哥哥，弟弟粉丝下场更火。山东哥哥粉丝去举报 AO3，被哥哥粉丝挂黑后，反咬一口到处抹黑哥哥粉丝。同时，肉鸡超级大粉胭脂烂瓜继续转发相关言论，并试图扩大暴乱范围。少量头脑理智的肉鸡开始离开超话脱粉。屠妻事件中期，部分肉鸡开始从攻击哥哥粉丝，转化为直接抵制哥哥商务资源。皮皮主动带节奏，引导大家只抵制哥哥，保护弟弟，保护养鸡场。肉鸡们开始分化，一小部分真心实意磕哥哥弟弟的肉鸡看出真相，脱粉。但是更多肉鸡还是在饲养员的引导下向弟弟粉转化。剩下的肉鸡继续坚守场内磕哥哥弟弟的呈现爱情。目前现状，养鸡场更换了新一批饲养员，以公告跟哥哥为粉和弟弟为粉切割，独立存在，独自精彩。明着独自精彩，实际弟弟已变成超话第一男主，哥哥沦为弟弟身边的花瓶。超话发帖，哥哥的图一出永远都是好美，好帅啊，好好看啊，我不行了啊，没了。弟弟的人设就丰满的一页纸说不完了，那么拼搏，那么努力，那么单纯，那么善良，那么深情，那么专一，那么令人心疼，那么令人骄傲，那么爱泡吧，那么爱组 CP 跳舞那么好，滑板那么好，演技那么好，开车那么好。总之，用整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词形容他都不过分，他值得所有人喜欢和爱护。早看透真相的肉鸡装聋作哑，继续待在养鸡场，为了自己的小九九继续产出或坑糖。善良的傻肉鸡继续被饲养着，洗脑包已经让他们无法正常鉴别外部信息，只能醉生梦死的继续在养鸡场守护这份神仙爱情。饲养员的精心运营所带来的第一个最直观的数据，就是哥哥弟弟粉丝的变化。哥哥派对不起钱，粉丝170万，目前2600多万。弟弟派对不起钱，粉丝40多万，目前3600多万。没有饲养员绞尽脑汁的运作养鸡场，将哥哥做工具人做血包，将肉鸡引流给弟弟作为粉。一个只靠着动辄2、3个字的台词的男二角色，会超过绝对男主哥哥粉丝1000万吗？用脚趾头想都不可能，对吧？实际上，屠妻事件期间，哥哥事业全盘停滞，弟弟事业四面开花。弟弟粉丝是一直不停的在涨的，哥哥倒了，很多人就追随弟弟而去，这也符合养鸡场运营者的初衷，他们很好的达成了 KPI。我只能说，有肉鸡运营部的花式集团牛批，但我也知道，很多弟弟粉会嘴硬的说，这都是弟弟一个人努力的结果，弟弟就是一个这么优秀的人，好吧，你自己信就行，继续吹捧他，为他开心吧。目前肉鸡们的处境，只是幕后老板一茬一茬收割不完的韭菜，看他们不老实了，就越赢越；看他们老实了，就割一割，反复无穷匮也，不愧为宇宙第一超话。他们还在傻傻地念叨着 BJYGSZD。鉴于此，送上 CPF 10问，可能会把你们奉若经典的洗脑包戳出大洞来，谨慎阅读。1. 哥哥弟弟是真的爱，还是真的不在乎呢？哥哥弟弟在街上走，过来一群暴徒，将哥哥暴揍一顿，弟弟站在旁边，看着哥哥挨打一声不吭，看哥哥昏过去后，顺便还跟暴徒们握了握手，谈了几桩买卖。请问，弟弟是哥哥的人，还是暴徒的人？2. 弟弟是有苦衷的，说了不算，不是不想帮哥哥，是实在无能为力。哥哥曾经为了解约跟东家打官司，哥哥不怕的事，弟弟为何不敢做呢？弟弟为何就不能为了自己那份伟大的爱，勇敢去解约呢？就算最后解不成，起码你为了哥哥努力过，对吧？还是在弟弟眼里，保住工作比跟哥哥站在一起重要，哥哥都不如工作重要，这种分量的爱，你们吹捧成天上有地下无，合适吗？3. 哥哥没工作，弟弟赚钱养哥哥，秃头七对哥哥的围剿是密不透风全方位的，是要他社会性死亡的，但是他们偏偏要给哥哥留个能赚钱的弟弟，让弟弟出来赚钱养哥哥，
图妻们一边网暴哥哥，一边看着哥哥啥也不用干，坐享其成。秃头妻们脑子缺根筋呀，他们会放过弟弟？他赚的钱要真的养哥哥，恐怕现在他也在家抠脚丫子呢。4. 哥哥说搞我一个好了，他还小。如果哥哥说过这个话，那么哥哥最重要的软肋就不会是他的粉丝，而是弟弟。秃头妻们舍近求远，对粉丝下啥毒手呢？又费劲又火力分散，直接搞死弟弟，顺便让哥哥随弟弟而去，岂不两全其美？秃头妻为何见着弟弟避开走，唯恐伤到他一根毫毛呢？5. 害完哥哥害弟弟，要是这个逻辑成立，那么弟弟肯定商务也被拒的毛都不剩，拍的剧一个也播不了，人也半年不会出来营业，被网暴规格肯定不能低于哥哥，对吧？那么弟弟现在在干嘛呢？在家抠脚丫子，还是在忙着上节目拍戏呢？他可曾被拒的闲下来过一天？6. 不是弟弟家的人害哥哥，是别家皮皮害哥哥，弟弟家是无辜的。弟弟家的人害哥哥，别人能搬出一火车的证据来，你说别家批皮，证据呢？批的谁家皮？你们给点实锤啊！你弄点假的也行啊，不能弄假的，怕被说穿。也对，你们总不能说批皮的是哥哥家的人对吧？其他家你又不敢拖下水，万一拖人家下水，被别家揭了老底怎办？只能在那公喊冤枉了。关键有脑子的谁信了？7. 弟弟家穷的都快经营不下去了，哪里有钱害哥哥？弟弟半年接的那一大堆代言，挣的钱难道都用来做公益了？我们很好奇。8. 哥哥弟弟住在一起了，天天抱着哭，请问这半年你见过他俩同框的照片和视频吗？还是他俩的家不在地球上，狗子拍不到？9. 就算现在没在一起，夏日恋情也是真的，他们曾经相爱过，很多人也曾相信无尾熊是真的，真的亲吻，真的拥抱都有，比哥哥弟弟还真。哥哥弟弟这点硬抠出的糖跟无尾熊比算个鸟啊！结果呢？10. 你说什么我都不信，我就相信他俩将来会在一起。人生太苦，皆因执念太深。施主，祝你梦想成真。对粉丝来说，同时喜欢2个人没有错，但是把他们2人捆绑成一对去喜欢，你就有错。因为你喜欢的、你痴迷的，可能不是这2个独立的人，而是捆绑他们的那种关系。这种拉郎配的做法，与现实中那些长舌妇八婆有何不同呢？来，情景复原个场景。花姐，我听说咱们楼上那2个帅哥，小贾、小乙，他俩是一对。你才听说啊？我去年就知道了，去年我还看到他俩在一起喝酒呢。天哪，你不知道他俩喝酒还碰杯来着？啧，那碰杯的姿势，我老公追我的时候都没那样跟我碰过，是真爱没错了。我去，碰个酒杯都有猫腻啊！可是小贾他不是有女朋友吗？我还见过他女朋友发微博秀恩爱。扯什么扯？小贾是同性恋，怎么可能有女友？那女的想蹭小贾热度吧？呸！再说他有女朋友，我跟你急了。天哪，难道他俩是真的？可是小乙大学不是谈过女朋友吗？他怎么会喜欢男人？都是造谣。小乙大学谈过是谈过，是跟男的谈的，你爱信不信？我的天哪，花姐，我吃瓜没吃全啊！原来他俩是真的，绝对是一对，真的。我猜合适的时候他俩就公布了。花姐，我问你一句，你别生气，你这么赞成他俩在一块，你不会是同性恋吧？滚犊子，你才是同性恋，你全家都是同性恋，我性取向很正常好吧？以下省略1万字，我打算对花姐的吐槽，你们都知道我想说什么。饲养员常用饲养手段 PUA 加洗脑包。名词解释 PUA 此名来源于国外，全称 Pick Up Artist， 意为搭讪艺术家，原本是指通过系统化学习实践，精于搭讪女性并获取对方青睐的男性群体。PUA 传到国内后，经过畸形发展，演变成一门进行情感欺骗和精神操控的邪术，被各种不良人士利用，并引发严重恶果。目前，国内 PUA 盛行于不良个人、不法销售行业、网络诈骗团伙和传销组织。据称，去年1年被网络骗子用 PUA 情感欺骗法。如需了解详情，请搜索网络杀猪盘，真相令你触目惊心。欺骗的女性高达2000多人，被骗金额多达2亿元。
2019年北大女生包丽被男友 PUA 自杀致死，引发各界愤慨和对 PUA 的讨伐。后推销 PUA 培训的公司陆续被官方清理，但是这个魔鬼的身影近来又开始游荡于娱乐圈。饲养员们将其融会贯通，用于对肉鸡的控制和管理。PUA 怎么实施呢？揪住一个对方在意的点，比如他某个特点，不断强化他的这个缺点、优点，让他产生负罪感、满足感，最后就能借此驱使他心甘情愿为你做事。揪住肉鸡最在意的一个点，比如哥哥弟弟是不是真的，不断强化是真的这个点，让他产生幻觉，最后他会自己说服自己，哦，他俩是真的，然后心甘情愿被垂入坑。洗脑包、精神鸦片，鸦片大家都不陌生。晚清时期，列强为了摧残我国民精神，大肆输入鸦片，声称可以祛病健身、延年益寿、官民福寿高。我国民受其蒙蔽，吸食上瘾，变成瘾君子。一个个形容枯槁如恶鬼，为吸上一口大烟，卖妻妹子不后悔。这惨无人道的鸦片入侵，加速了晚清的腐败灭亡。后林则徐禁烟，历时近100年，抽烟恶习才慢慢禁绝。而洗脑包就是肉鸡的精神鸦片，饲养者通过精神控制术，诱使肉鸡吸食上瘾，然后将其控制于养鸡场，为己所用。此文并不烧脑，但是它牵扯出的恶超乎想象，它比执黑产业链还可怕，因为它的恶都藏在别人难以觉察的地方，且长线运营，防不胜防。通过本次复盘解析，你可以清楚无比地看到一个精于算计的团队是如何计划周密地将 CP 中一个无辜的艺人踩进泥里，又如何一边拉踩一边吸血，一边将自家原本默默无闻的艺人，仅用不足1年就推上流量之王宝座的。这个养鸡场模式一旦被验证成功，将成为幕后操纵者的聚宝盆，它会像复制艺人一般，不停复制新的养鸡场，同时被组成 CP 的对家艺人会像文中的哥哥一样，一个又一个变成他整一彩艺的牺牲品。几乎每一个真人 CP 的结局都是分崩离析，只是有人盆满钵满，风光无限，有人伤痕累累，寸步难行。理智追星，捧角色 CP， 组角色 CP 都可以，但是千万别把角色上升到真人。想要守护好自己的爱豆，就不要给他组真人 CP， 不要给他组真人 CP， 不要给他组真人 CP， 不要让你的偶像成为第二个哥哥，这是血的教训。注：本文超话为虚拟超话，请勿对号入座。本文图片来自于网络，如清后山。当 CP 失去了守护的功能，变成商人的利刃，你还在坚持的意义是什么？